段先生，现在太危险了，您不能回去。我说放开我！段先生，请您保持绝对冷静。直升机目前已经开始紧急撤离，我们的人正在……你让我怎么冷静？他还在那艘船上，你告诉我怎么冷静下来？我脑子里什么逻辑全都烧干净了，只剩下一个画面：他站在甲板上让我先上船的时候那张苦笑着的脸。我宁可跟他一起死在那艘船上，也不要再经历一次这种被他从身边撕走的感觉。段先生，叫医疗组！汇报，提前引爆，多处爆炸，部分人员未能撤离，正在确认。有警员和人质未登上直升机，重复，有人员滞留。有消息了没有？指挥部，失联的2名警官和人质，通讯频道还是没有响应。那种沉默意味着什么？我心里清楚。呼叫指挥部，我们找到了船上的小型充气快艇，3名人员，2名警官加1名人质，全部安全。重复，人质安全，请求接应。收到，收到，请发送坐标，接应船只立即出发。龙小姐在上面，很安全。移动，伤口还没处理完。走另一边，快！有充气快艇。跳！那种熟悉的、令人发疯的窒息感又来了。我还活着。呼叫指挥部，3名人员已脱离。收到，接应巡逻艇正在赶来。想朝他走过去，想挤出一个笑，告诉他我没骗他，我们都活下来了。段先生，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快快上车门，血压在掉。我扯不下来。那一刻，我几乎以为看到了我们的一生。我想等看完房子，把首付定下来，然后找一个他心情好的日子，把戒指和那条白裙子一起拿出来，和他求婚。他不会不愿意的，不可能不愿意。早点睡。我们的一切早就丝丝缕缕地缠死在一起了，他怎么可能舍得抛下我？可是他真的走了，把我的心连同那些天真的幻想一起挖出来踩得粉碎。3年后宴会上，他站在那些衣香鬓影的人群里，穿着那件白裙子，我无法形容心中看到这一幕的感觉，像是在茫茫人海里捞起了那件弄丢的稀世珍宝，又像是明知道手里攥着的是一块随时会割破掌心的碎玻璃，任由鲜血淋漓。我就是想抓住他，这辈子下辈子我统统都不在乎了，只要在就好，只要他还活生生站在我看得见的地方就好。那些失去他的日日夜里，铺天盖地的幻觉将我生吞熟剥了无数次，那些虚幻的他把我一点点拆碎，再拼起来，到最后我早就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前世还是今生。需不需要给逝者献一束花？我实在太痛了，我怕自己这身肮脏的血会弄脏了他轮回的路。你能听到我吗？睁开眼，准备进手术室，血氧在往下掉，快！血压回来了。
心率稳住了，继续补液。荣继桥，想说点什么？比如，别哭了；比如我没事；比如你能不能先把指甲刀捡起来，别让它扎到我？说什么都好，只要能哄他不哭就行。段总，味道怎么样？很好，荣继桥做的吗？可以和他说我想喝排骨汤。好的。两人就这么隔着杨璇这个中间人，维持着某种奇怪的默契。可是，在段燕面前，这些勇敢都仿佛喂了狗。一遇到他，其实我还是很想下意识的逃避。毕竟，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绑架，硬生生将我们逼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杆上，以我那种死要面子，这辈子大概率还会继续死鸭子嘴硬下去。冷着脸对他放狠话，说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他，不想让两个人的生活重新交织在一起。如果不是因为喜欢，我怎么可能在爆炸倒计时逼近的绝境里，毫不犹豫地把他推向安全的快艇，却把绑着炸弹的自己留在必死的船上？又怎么可能在死里逃生，双腿都还在打颤的第一时间，在茫茫人海的甲板上去寻找他的身影，想确认他的安全？3天后午后，阳光在地板上切割出一道道柔和的碎金光斑。他做了足足3天的心理建设，这一次终于能独自面对我了。还是热的，快吃吧。是你做的吗？可以是吗？我叫医生。不用，笑都扯到伤口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段燕在国外住院时，有专业团队打理饮食，我的手艺拿不出手，病房里众人各司其职，我格格不入，只能远远看着。只有趁他昏睡，我才敢简单照料他。公海上我们以命相托，回到安稳环境，找不到理由靠近他，可心里总想为他付出些什么。思来想去，也就只剩下给他做饭这件事。不知道你这3年口味有没有变？我按你以前爱吃的做的。没变。哦，我都感觉自己的表现有点莫名其妙的。其实我用不着做这些，可是我就是想在他面前刷点存在感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。什么？几年前，有一次我在厨房做饭，油烟那么大，你非要挤进来问东问西。我当时以为你没憋什么好屁，大概率是又想买什么东西，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，先来跟我套近乎。结果你最后就莫名其妙抱了我一下，说了句谢谢。我那会儿以为自己只是舍不得那个当牛做马伺候我，还愿意把工资全给我花的男朋友。谢谢你，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我已经喜欢上段燕了。让护士来就好了。没事儿，我顺手。那个，我先回去了。假期之后还要交论文，我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。负责相关事务的工作人员那边联系我了，问什么时候方便做笔录。你也是当事人，他们肯定也要找你，我让他们直接过来这边，省得你再跑一趟办公点。他这理由比我找的要写期末论文的理由好多了。我不是木头，当然看得出来段燕在主动找话题。他从刚才开始就在有意无意的把对话往我身上引，我又不知道该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了。听杨璇说你前几天高烧不退，现在身体还有什么不适吗？好了，就是现在还有点鼻塞头晕。你呢？子弹没伤到脏器，只是失血过多而已。你当时伤成那样还硬撑着，要是没撑到上快艇……当时没想那么多，不管你身上绑着什么，我都不想让你一个人待在那艘船上。不过我没想到你会让救援把我带走。当时情况复杂，我没多想，反正能活一个就活一个吧。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走，但我已经不是以前那样遇到事情就手足无措了。我只是怕拖下去出了什么问题，我身上的炸弹会连累所有人。我知道你已经不需要我了，不需要我陪着你开导你，不需要我替你做决定。你长大了，挺好的。
请问是段燕先生和荣继桥女士吗？我们是负责此次案件的警官，来做笔录的。进来。这次主要是确认一下案件的细节经过，时间不会太长。我们分别做，段先生先来，请你再详细描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况。好，我记得那天晚上。关于案件的后续处理，我这边也和2位通报一下。主犯季世安目前已被控制，绑架勒索罪、组织武装犯罪等多项罪名。按照 Y 国这边的法律量刑，以目前掌握的证据和案件恶劣程度，审判结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基本上不会有回国服刑的机会了。季川呢？后续海面搜捕持续了6天，目前掌握的线索是他提前引爆了爆炸装置，最终打捞到了小部分残骸。DNA 比对已经完成，死亡确认无误。荣小姐，段总说您要写论文，让我把您的电脑带过来，您在这边写也方便。等下午段总那边做完例行检查，你们一起回去。插座在沙发左边那个位置，文件袋里是您平时用的资料。杨姐，我没说要在这里。那我就不打扰2位了，有需要按铃叫我就行。等一下，一种自己被贴心大姐姐出卖了的悲愤猛地涌上心头。你那个论文第4章的分析框架，如果还没理顺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看看，免费指导，不收钱。谁说我论文有问题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写论文困难了？我写个论文轻轻松松。是吗？你之前不是还吐槽说论文选题太难，一行字要憋一整天，还怕麻烦导师暗搓搓去问别人。我什么时候？我问谁了？欧瑞，虽然来2个人聊天的时候的确很开心，但我就是接受不了这种接近方式。Audrey， 是你？我不介意你这么叫。那时候要做社会实践调研，然后去相关网站一搜，就出现了一个完美符合我需求的人。我觉得天上掉馅饼了，厚着脸皮发了自我介绍过去，对方不但回了，还给了特别详细的建议，温柔、耐心、有学识，回消息从不超过半小时。哪怕是最后戳穿了，我也完全没有把 Audrey 往段燕身上扯。原来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能100%避开的诈骗，只是还没有遇到专门针对自己的杀猪盘。你闲着没事装女人做什么？如果一开始 Audrey 就是男的，你会加好友吗？而且我怕你跟男的聊得来。外面请我去做一次路演，出场费1分钟100万起步，还从没有人请成功。你现在什么学历？哼，段燕这几年忙得脚打后脑勺，哪有功夫去弄什么学历镀金？但此时这件事情却变成了我能理直气壮攻击他的最佳理由。所以你现在还是高中文凭对吧？我好歹也是歪大本科在读，指不定假期过后还能拿到硕士 offer。你就别仗着有俩臭钱在我面前充大尾巴狼了。好，高材生，你写吧，我不耽误你了。教授，非常抱歉让您和师母担心了，我被牵扯进了一起绑架案，目前已经完全安全了，人没事。那就好。过2天我去拜访您和师母，当面给你们赔罪。你师母说她要给你做一整桌你爱吃的菜，你最好带着空肚子来。在李佳怡那边的说辞，依旧是段家那不可明说的私生女。回头打电话跟你说。你怎么笑成那样？论文写得很顺，心情好。是吗？键盘能敲这么快，我还以为你在和包养的小明星聊天。这人真烦，还非得阴阳回来。我现在的心情居然是这段时间以来最放松的一次。终于没有段燕的存在了，不用担心她嘴贱，指不定会更轻松一点。你现在能走路了吗？忍着点没问题，就几步路，不想外人知道了我的伤情。段总，车已经备好了。
段先生，段先生能不能回应一下绑架案的细节？请问是被绑架者是您本人吗？20亿赎金数额是否属实？段先生目前的伤情如何？集团后续运营会不会受到影响？段先生，请问那位女士是谁？她是传闻中和您一起被绑架的那位受害者吗？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怎么走这么慢？他说我们是什么关系，就是什么关系。喂，我没事儿啊，已经安全了，你们别瞎操心。这些国外媒体能不能不要学 UC 震惊流血法？真的很没品。你瘦了这么多，这些天到底有没有好好吃饭？吃了，我现在能吃能睡，您别担心。回去好好养着。状态调整好了以后，记得把论文终稿赶一赶。假期耽误了不少，开学以后时间会更紧。真是命苦。不想起。俏，你回来了，是那个新闻上的事情对吧？你没事吧？太吓人了。俏，那个出院的时候拉着你手的男人，是不是就是段燕？天哪，你居然认识他！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乔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来了。你的硕士申请通过了，这是相关资料，你记得填完之后交给我。offer 过2天会正式发到你的邮箱，到时候跟着系统确认就行了。谢谢您。上课去吧。如果要继续读下去，得在歪国再待2年。可段燕呢？杨璇和那个男助理隔3差5就出现，和段燕汇报一些国内的事项，急需他本人过去拍板决断。全球范围内的业务线全部在等着他一个人的最终决断，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。你今天不忙？还行。下午开完最后一个会，想出来透透气。经历过那场生死一线的劫难，我身上用来伪装的那些尖刺好像彻底融化了。我不再像一只应激的刺猬，死鸭子嘴硬的强调自己一点都不喜欢他了。而他也没有主动开口逼我要一个明确的答复，他就这么极有耐心地守在我的安全线边缘，给足了我去理清心绪的时间。俏，荣继清，我知道你打算和你的前夫复婚。这个老男人在用孩子威胁你吗？这就是你回到他身边的原因吗？我都觉得段燕会立刻把保镖召出来给艾德沃这傻孩子来一枪。你先上车，你别出来。跟孩子没关，呸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。我很感谢你这几年对我的照顾，真的，在我刚到学校人生地不熟的时候，你帮了我很多忙。但我对你真的没有那种感情，而且我读完书以后也不打算留在歪国了，我会回去。你之前不还和朋友们说要留在歪国工作？以前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不一样了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搞定了。走吧。我们那2个孩子呢？我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编什么理由不好，偏偏编了个这么离谱的。孩子给你，好了，不许再问了。手机忘车里了。我走的时候换了新手机，什么都是新的，和段燕有关的一切我全部切割得干干净净。有一天深夜，我躺在伦敦的公寓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鬼使神差地登上了旧账号的 iCloud， 把这张照片保存了下来。也许是一种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藏在最深处的念想。不是说不喜欢我吗？存着这张照片做什么？不是说不喜欢我吗？存着这张照片做什么？iCloud 自动同步的，照片自动下载过来了，我都没注意。怎么不敢看我？上一次离得这么近的时候，还是在公海上。我已经3年多没有跟段燕这样面对面待过了，现在感受到的是段燕的指腹在我皮肤上带来的灼热触感，和我快要跳出嗓子眼的心脏。你松开！喜欢你又怎么
么样？荣小姐，今晚想吃点什么？都行。段先生，您这边随便弄吧。不是，我有病吧？为什么能把这种话说的跟挑衅似的？荣小姐，晚餐已经备好了，请问在哪里用？我不想吃。不许进来！不吃饭，你准备修仙？要你管！约好了跟爷爷奶奶打视频，你最好换一种语气跟我说话。视频哪儿呢？还没打，吃完饭。他这是要和我一起吃饭，还抛出了一个让我不能拒绝的理由。跟爷爷奶奶那边我说你去国外读书了，忙，可能要过几年才能回来。2年前把他们接到京城来了，年纪大了，在村里要是出点什么事，连个送医院的人都找不到。我自己去过那边，路况什么样我清楚。不过老两口的确挺想你的，听说我这次来这里出差，非让我烧了一堆土特产，等会儿让人给你送来。小段儿啊，到了没有？乔乔呢？让我看看他。哎呦，我的乔乔，瘦了，脸怎么尖成这样？是不是在外头没好好吃饭？奶奶，哎呦，别哭，老头子快来，乔乔哭了。我没哭，就是太久没见你们了，高兴的。哭啥？又不是见不着了。对了，乔乔，你跟小段儿现在怎么样了？小段儿这几年对我们好的没话说，你也不小了，在外头读书是正经事儿，可个人大事也不能耽误。你看人家小段儿这么大老远还跑去看你，你要是觉得合适，奶奶，我们就还行吧。还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还行，稳定。你们年轻人自己拿主意，奶奶不多管，就是别拖太久，但对你好就行，别学你那个不争气的爹。知道了。行了，早点休息。你忙不忙？怎么了？我那个论文一直理不顺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我配吗？我是高中文凭。不想就算了。那我就当我配了。等会儿收拾好东西来我书房。好多东西，好多我在网上死活搜不到的那种孤本资料和内部研究报告，难怪他让我来这儿写。有2个变量的系数方向跟我预期的完全相反，不知道是数据本身的问题，还是我设定的逻辑有 bug。这里的参数，刚才不小心擦过他唇角的那小块皮肤，此刻正泛起一阵密麻的电流感，烫的简直跟真的着了火一样。我不是故意的。那我是故意的。他亲完就跟没事人一样去处理工作了，我嘴巴都破皮了。段爷，你是属狗的吗？我不开麦，有问题我会打字。跟刚才那个瞪着我说段燕你是属狗的吗的凶巴巴模样完全不搭边。走，正好带你去看个好东西。
去哪儿？商学院那边有个路演活动，一个超级大佬来做创业项目的宣讲和推荐，听说投了好几个独角兽企业。今天来学校做分享的，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，好多人抢着去听。这种活动对你肯定有用，里面说不定有你以后能用到的行业信息。Let's welcome our guest, Mr. Duan. 他不是说他从来不路演的吗？跟以前在出租屋里穿着 T 恤给我做饭的样子恍若隔世。可昨天我也见过他这么认真的和我讲论文，好像又没完全割裂。瞧，这不是你老公吗？他不是我老公。谁跟你说的？全网都在传啊！绑架案那次的新闻后续你没看到吗？八卦媒体说你俩在自己国家领证。真不是，你别信网上这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八卦号有多离谱，什么都敢编。就算你们没有领证，那也是男女朋友吧？那次保镖把利欧和艾薇送走的时候，他亲口说他是你男朋友的。我倒是要看看等你回国之后要怎么和他解释。好了，别逼逼了。Kill， 你脸红了，热的。4月的伦敦，你跟我说热。Oh my god. Hi, I'm Beth, Kiao 的好朋友。你就是那个 Mr. Duan 对吧？你好，你要去哪儿？送你。不用啦，我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。你不是说几百万1分钟都请不起你路演的吗？是请不来。那你今天来做什么？外大给了一个我没办法拒绝的理由，他们说我夫人在这里读书，给个面子。听说你接受了硕士 offer。我本来就一直在犹豫怎么跟他提这件事。硕士2年，我要继续留在伦敦，我不可能张口要求他放着国内那么大的盘子不管，跑来歪国陪我读书。他这么主动问出来，我反而有了一种被人当场拆穿的心虚感。是这样的，反正也就2年，不长。那我怎么办？假期还是很多的。我尊重你的规划，你想在这里读书，我时间能挤出来的话，我来歪国就行了。这边段氏的业务也需要人定期过来。我也有我对未来的规划，但我的规划里面从来都是有你的位置的。我只是希望你的规划里面以后也能有我。他用最平和的口吻把我们的未来摊开来讲，我心跳的节奏早已经乱得一塌糊涂。正事说完了，得跟你说个不好的消息。什么？国内出了点事情，明天得赶回去。啊！路上小心。就好像时间突然倒流回了3年前，两人还是住在逼仄出租屋里。段燕骑着那辆小电驴，每天准时准点的出现在我打工的地方，接我下班。荣小姐，晚上好。杨姐，是几点的飞机？国内的事情很棘手吗？明天下午3点。是有点儿。你不是1个小时后的飞机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昨天晚上路过，偶然听到某人打电话，低声下气的求了教授好久的假，结果最后还是没请到，所以我就让杨璇把航班改签成晚上了。你什么时候改签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天杀的！我甚至还为了他翘课，亏大了。3年不见，这人越发狗了。教授那边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假请到了。怎么请到的？抱歉，有钱就是可以这么为所欲为。伤还没好利索，你再打我真得回医院了。送到这儿就行了，回去休息吧。3年后的今天，一切都变了，没有了当初那种令人窒息的算计与背叛，也没有了单方面的掠夺与逃离。眼前的分别不再是残酷的剥离，而是为了下一次再见所落下的短暂止符。段燕，还有2个月就放暑假了。好。我都能想象出李佳怡当时那副又惊又怒、满脑子浆糊的模样。李佳怡大概是终于琢磨过味儿来了，我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私生女。
私生子那个事情是我诓你的，确实是我不对，但事出有因，和段燕的事情比较复杂。从另一种角度来说，我们的确是才确认关系没多久。那这个的确是不能让段燕知道。怎么样了？季川死之前，把一批许家早年的材料发回了国内，具体内容还在核实，但已经有几个当事人收到了风声。许小姐那边人已经失联好几天了，手机关机，住处清空，名下几个常用账户的资金在3天内被分批转出，去向不明。跑得倒是快。要不要继续派人找许小姐？找吧，当做样子给别人看。不过大概率是找不到的，他应该早就听到风声了，赶回来就是死路一条。许念确实机灵，运气也好。我现在没精力管他是死是活，他一跑留下的烂摊子就够段家吃一壶的了。许念那些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网上说的那些是真的吗？半真半假，主要是他手里死死捏着那些老家伙的痛处，他们怕他有朝一日还能翻身，所以趁他病要他命。放出来的很多风声都是往死里夸大的。那他人怎么样？杳无音信。3年前我劝过他，手里攥着底牌未必能保命，随时变催命符。你了解他脾气，就爱高空走钢丝，老爷子出面都劝不住。不过他能跑出去，就说明没什么生命危险。上辈子是许念主动说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吗？是他一个朋友，看季川整天围着许念转，心里不痛快，才把这事到处宣扬。后来老爷子听说了，开始硬要撮合，我们根本没结婚，只是走了个订婚过程。张婉清，你怎么知道？全对上了。3年前张婉清带着季川杀到我面前，满脸气急败坏的指责我。我当时就觉得离谱，我跟段燕的破事儿，张婉清跳脚骂的比谁都凶。搞了半天，张婉清暗恋季川，巴不得许念早点跟段燕捆死，好给自己腾位置。许念国内那些慈善项目，我能不能接手？接这个做什么？我和许念去参加过医援项目，知道有些项目不能断资金链。你考虑清楚。这个节骨眼沾上许念的便不是明智选择。我想好了，我手头这份信托，根底上跟许家脱不了干系。我拿了这钱，也是既得利益者。季川那种败类，搞出天大的案子，网上没几个人盯着骂，反倒把八卦镜头全对准你跟我。许念这事也一样，墙倒众人推，好歹许念实打实砸了钱做慈善，但舆论为了他们利好的方向，当然可劲朝着不好的方面去说。你想做就去做吧，我让杨雪那边跟你对接，资金走段家的公益基金通道。你自己在那边的学业不能耽误，项目对接的事情交给专业团队去做就行，你只管出钱和决策方向。你第一次做项目，别什么小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我本来还准备了一肚子说辞，结果他又开始了，跟个老父亲一样唠叨。什么时候放暑假？6月中旬。还有半个月，暑假怎么这么慢？你怎么跟个小孩一样？半个月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但我已经开始倒数了。考完了？刚出来。今晚好好睡一觉，歇一下再说。最近起飞，直飞京城。阔别了3年多的城市，我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能回来。当年落荒而逃，甚至做好了余生都不再踏足半步的打算。荣小姐，一路辛苦了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自己拿就行。我们杨姐专门交代过的，您放心，什么都安排好了。段总这段时间太忙了，从那边的老房子往返公司通勤要多花1个多小时，所以暂时搬到这边来住了。这里离集团总部走路就到。这人现在还挺会享受的。这好像是我当年在出租屋里用的那条，是我当年在夜市地摊上买的石膏白胚，自己涂的色。涂完拿给段燕看，段燕面无表情评价了一句很漂亮。因为表情不对，我还拧了她一下胳膊。我以为这些东西早就被扔掉了，可它们全在这里，就好像它们跟那些昂贵的定制家具一样，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这座曾经让我避之不及的冷硬都市，连着外头那些喧嚣拥挤的车水马龙，似乎都因为这些旧物而有了令人踏实心安的温度。我本来想着这么大的房子总该有间客房能让我先安顿下来，结果在绕了一整圈，只找到2间随行工作人员的房间。除此之外，整栋房子里能睡人的地方就只剩下主卧。反正又不是没住在一起过。段燕，段燕，段燕。又梦到你了。段燕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她以为我又是那些反反复复折磨她的幻觉里的一个。段燕，你压到我了，你松开我，我去给你找醒酒药。杨姐，段燕喝了不少酒回来，她能吃醒酒药吗？能的，荣小姐。吃。真听话。今天喝了多少？怎么不让人替你挡一下？跟郑姐的喝酒，没法让别人提。那你就不知道用点手段，谁还掰着你嘴灌不成？不喝醉好像就见不到你。好了，以后都能看到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。不瞒着你回来，都不知道你住这么大的豪宅。快去洗澡，昨晚上跟个树袋猫一样扒我身上，那个酒味熏死我了。没办法，都是为了养老婆赚钱。谁是你老婆？早饭吃面包牛奶就够了。够了。杨璇说你昨天下午的飞机一落地就直接过来了，没正经吃一顿吧？莫名的有一种两人从未分别的错觉。1.6，正常人谁会转这种金额？谁会这么无聊给我对摩斯密码式的转账？除了许念，没有人能动这个信托的关联通道，也没有人会用这种方式联系我。许念在给我报平安。吃饭了。来啦！等下我还要去公司上班，早上有个很重要的会。好吧，你去忙吧，我在家待着就行。要不要跟我去公司？啊？就在我办公室待着就行，平时不会有人进来。段总需要我准备什么吗？要不要我给段总端茶送水？你把充电器、小零食带上就行。走吧。段总。段总，早上好。今天上午10点的高管例会材料已经整理好了，下午2点那个跨境项目的尽调报告中版需要您亲自过目签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昨天的飞机惊不惊喜？老板娘来视察工作？视察你个大头鬼！中午吃什么？推荐推荐。公司旁边新开了一家湘菜，辣的要命，巨好吃。中午去吃。等下摸鱼来不来2把激情游戏？你不怕被抓？等下大佬们都开会去了，谁管我？嘻嘻嘻嘻！而且这不是还有老板娘罩着我？老板娘，你是来陪我上班的，还是找小姐妹玩的？带你的老板娘去办公室打游戏。行，现在都知道李佳怡是老板娘的好姐妹了。
瘦了没有？在外头吃的好不好？让奶奶看看。没瘦，胖了呢。你看我这脸，骗人，都没肉了。在外面住哪儿啊？学校的老师好不好啊？有没有人欺负你啊？吃的习不习惯啊？这是学校的图书馆，这是我们上课的教学楼，这个是我导师的办公室。这地方看着真亮堂，这楼可真高。臭丫头，给我过来！毕业了，还要读2年。这回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老爷子我反正已经退位了，帮不了你。当年让你俩好好谈谈，你不听，非要甩了人跑出国。走吧。等我把这局打完。段总，荣小姐，那我先下班了。他们干嘛了？这什么？你怎么在书里夹了张纸？雪莱的亲笔手稿，500万拍的。你怎么随便用个塑料袋封着？能不能尊重一下人家的亲笔手稿？比放在展览柜里，我这样的保存已经够妥当了。别动，抱会儿。别把手稿弄坏了。你别挣扎就坏不了。笑什么？就是看到了这些以前自己写过的批注，觉得好玩。其实究竟在笑什么，自己也无法用精准的词汇去定义。其实我很久之后才看完这本书的。那你还觉得男主像女主养的一条狗吗？不许说，不许说！好，它不是女主的狗，我是你的狗。汪。段总怎么学小狗？曾经，我也以为自己就像是这首诗里那个悲哀的寻觅者，以为在面纱之下，除了深不见底的泥潭与伤痛，再也找不到任何纯粹的值得我去爱和信任的事物。我以为自己也会像诗里写的那样一无所获，可并不是。乔，第3部分的数据模型你跑完了没有？明天下午就要交初稿了。跑了一半，有2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不对，我在排查。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想算了，又不是非得读，毕竟现在我有钱。但有的时候又想自己还有大半年就能结业了，这时候跑路岂不是对不起自己吃的这么多苦？每天都这样左右脑互搏，但每天依旧两眼一睁，被迫刷新无数新的任务。忙完了没？没有，还在赶作业，明天截止。你最近每次都在忙。那没办法，你知道我选的什么课？你怎么比我还忙？你不懂，你不知道开支晚的人有多痛苦。当年不懂事儿，被中专忽悠着读了护理，后来稍微清醒了一点，只想着出来以后找个轻松的地方混个文凭就行了。结果谁知道那个老头你爷爷在一堆商业化水校扎堆的地方，偏偏给我挑了个含金量最高的大学。本科那3年硬着头皮读下来，发现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要死要活。我就想着反正都到份上了，咬咬牙升个硕吧。当年我已经做好了很难的心理准备了，但显然准备做少了。30%的挂科率极为恐怖，我连睡觉的时间都得见缝插针。我得挂了，还有下周末我估计回不了国了，有个 presentation 要准备，得推一推。我们已经2个月没见面了。没办法，你知道我本来就不上进度，好不容易厚着脸皮抱到几个学霸的大腿，我也不好意思混吃摸鱼，晚上再跟你聊。求婚策划了大半年。他说回不来就回不来了。你跟老板娘关系好，你先去汇报。你跟段总的时间最久，你去。你是老板娘的好姐妹，你怕什么？怕死啊！段总，那您之前吩咐准备的那个求婚仪式，您看这个还需不需要按原来的时间节点准备？你说呢？从场地选址、空运玫瑰、挑选粉钻，事无巨细亲自过目，这一切都应该在下周末让荣继桥感动得一塌涂地。结果当事人回不来。如果荣小姐那边下周确实走不开的话，把所有仪式相关的东西直接空运到伦敦去也不是不行。场地可以在伦敦那边重新选址。荣小姐很喜欢那个庄园的草坪，可以定在那儿。荣小姐什么时候方便，我们就配合什么时间执行。行，全权交给你。明白。还有，保密工作做好。这得追溯到大半年前的那次欧洲出差，那次我可是有前科的。段总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不能来。你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歹收拾收拾。你别看了。有什么不能看的？让你别看就别看。
收拾好了。你怎么来的这么突然？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不用你陪，我在家里等你就行。你大老远飞过来就为了在家等我？不然呢？还能为了什么？那你随便待着吧，我忙完就陪你。去忙你的，别管我。饿不饿？晚饭吃了没？没吃。还有多少？快收尾了，再有半个小时就能搞定。弄完了出来吃饭。洗手吃饭。他就这么安静的待着，给我续热水，把我搬上床，放好蜂蜜杯，好像他来了就只是为了做这些。今天一天我都有空哦。那咱们去哪儿玩？我带你去看我学校，还有我平时经常去的那些地方溜达溜达。不过你怎么不搬去庄园那边住？我也觉得这里方便一点，市中心。是吧？下楼就能溜达。庄园那边还在布置，再等等。这就是我们商学院的主楼，我喜欢坐靠窗的位置。坐窗边，上课不会走神。我走不走神跟位置没关系，有些课就算坐第一排我也听不进去。跟3年前那个战战兢兢，在我面前总是小心翼翼、掩藏心事的荣继乔比起来，不一样了。这家咖啡店的 Flat White 是伦敦最好喝的。这家二手书店我经常来，老板认识我了，每次给我打折。那家中餐厅是 Beth 介绍给我的，我刚来的第1年，最喜欢去吃一碗牛肉面。是他生活了3年的地方，每一家店、每一条路都有他的痕迹。我带你去做伦敦眼。你之前做过？一直想去，但一个人做觉得太可怜了。那今天正好。好看吧？看什么看？外面那么漂亮，你不看？很漂亮，但我的焦点始终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你们看到没有？今天 TikTok 上有人发了一段视频，说是在西郊那个庄园附近飞无人机拍到的。哪个庄园？西郊还能有哪个有钱人扎堆10万块钱一晚的那个呗？视频还没看清楚就被删了，看着像是在搭什么巨大的棚铺，全白色的，上面铺了好多花，还有灯带什么的。这什么活动吧？要是活动的话，哪能藏得滴水不漏？早就宣传起来了。哇哇哇，那是婚礼？不像，而且只有一个主舞台的样子，也没有宾客坐席，我觉得更像是求婚之类的吧。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。那几个学生下午说的话，段家控股的那个庄园、求婚等等。段燕大部分时间来都是住那边的。几天前问他为什么不住庄园，他说什么市中心方便。不对，非常不对。我不确定，也许真的只是巧合，但那个念头一旦冒出来，就再也塞不回去了。他睡着了，但我睡不着了。哪家的公关团队能弄成这样，啥都查不出来？这人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？所以他飞来伦敦根本不是什么工作原因，从头到尾就是奔着这件事来的。你干嘛？半夜不睡觉，在看什么？没看什么，就刷了点东西。给我看看。不给。这么心虚，脑子里什么都顾不上了。快睡觉，不要闹了。应该没被发现吧？你看了就看了，我又没有不让你看，只是别总躲在被窝里偷偷摸摸的，黑灯瞎火太亏眼睛。我真没看。那你大半夜不睡觉，鬼鬼祟祟到底在看什么？真没事的，好不容易连轴转完，能休息休息，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我不干涉你。我真的没在看什么。行，我就是在看，你满意了吧？既然都看了，那正好。我也太惨了吧！醒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
知道什么？别，段爷，你放开！说不说？说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段爷，行了，你就不能让我装一下吗？我昨晚上那么大一个黑锅都帮你背了。谁和你说的？李佳怡。别老是怀疑人家，上次他真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人飞无人机偷拍到了一点点，被我听到别人讨论了，做自己猜出来的。本来我还不是很确定的，但一看段燕这反应，简直可以肯定了。段总，你真好玩，我可以当做完全不知道，到时候你弄什么我都会很惊喜的，好吧？他耳根还红着，段燕居然会不好意思。不行，哪有这样的？要么等下次。好吧，知道了，也确实没什么惊喜可言了。唉。太可惜了，这么大人阵仗，要不改成订婚吧？反正场地包了花也运了，人也到位了，刚好把亲朋好友接来玩一圈，当度假了。他愣住的样子，活了2辈子头一回见。等我毕业了就回去结婚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等我毕真难得啊！原来无所不能的段总也会有这么激动的时候。不许说了。我就说你。别挠了，我不说了，我真不说了，痒死了。我替段总憋了半年的秘密，半年，你知道这半年我过的什么日子吗？每次和你聊天，我都要拼命忍住不话漏，我有多痛苦，你根本不知道。结果你就这么给知道了，还是被人无人机拍到的，我憋了个寂寞。我竟然真的要订婚了！大美人，收拾好了没？段总已经在下面等候多时了。我看他表面稳如老狗，实际上估计已经快急疯了。紧张什么？没有。你咽口水了。段燕，承认自己激动紧张有那么难吗？是，我紧张。所以段太太，能不能看在我等了这么久的份上，给我留点面子？谁是你太太？还没领证呢。已经是了，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。当年我刚下海闯荡那会儿，兜里可是比脸还干净。咱们这辈人都是从苦水里泡大的，什么样的罪没受过？那时候图啥？图的不就是能吃上一口饱饭，盼着子孙后代能平平安安。我家乔乔终于有人疼了。磕死我了！你看段总那个拉丝的眼神，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活阎王吗？人家只是对太太拉丝，平时让你干活的时候照样阎王。我讨厌你！不要在我磕 CP 的时候提工作。麻烦两位和各位亲友一起站过来，我们拍个合影。等下看镜头，别眨眼。你才眨眼呢。3年前那个在超市拿着翻译软件扫货架的荣继乔，应该想不到今天吧？那个在出租屋里翻开面纱，看了开头就犯困的荣继乔，那个在机场落荒而逃，做好了余生都不再踏足京城半步的荣继乔，也想不到会站在这里。这次别再挣扎了，我让你跑了2次，不会有第3次。右边丢一点，那边有你的朋友。你刚是不是故意的？戒指戴着还合适吗？你现在才问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曾经我也以为自己会像诗里写的那样一无所获，可并不是。
原来那个苦苦寻觅的人，早在面纱揭开之前就已经站在我面前。